你有触摸自己的习惯吗？这样做可是很危险的哟。城门立雪，不懂就问。泰戈尔劝导我们努力触摸真实的自己，然而这样做却存有潜在危险，特别是现在，不经意间的触碰可能会引发致命后果。很少有人关注过人类有频繁触摸自己的习惯，更加没有意识到这些潜意识的行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比如，我们会不自觉地触摸脸、眼睛、鼻子和嘴巴，这样的行为加大了我们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你可能不知道，医务人员佩戴口罩的目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防止这种不经意间的触碰。2012年，一个跨国研究团队发现，人们在1个小时内约触碰自己的鼻子或嘴巴4次。2015年，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人们在1个小时内约触碰自己的脸25次。这里有个细节需要注意一下，由于采样追踪等条件限制，这类测试都是在被测者事先知悉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前者的观察场景是坐在演讲课堂的时候，后者的测试人群更是医学院的学生。理论上来讲，他们会更加明白相关的危险性。换言之，真实的数据可能远高于此。细菌和病毒无处不在，手机、桌面、门把手，全都存在大量致病微生物。每一次，当我们不经意间触碰自己时，无数的细菌和病毒会经由双手传递进入我们的体内。一项针对医院获得性感染的研究发现，在加护病房工作的医务人员，他们的手机中存在细菌定值。样本中，鲍曼不动杆菌占 36.84%， 是最主要的微生物。其次是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约占 21.05%。鲍氏不动杆菌通常会引起菌血症、肺炎、脑膜炎、腹膜炎、心内膜炎以及泌尿道和皮肤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致病菌种，常造成4级性感染，引起不同程度的化脓性炎症扩散疾病，如疖、痈、中耳炎、鼻窦炎、骨髓炎和脓毒病等。甚至金黄色葡萄球菌已经进化出了抵抗免疫系统攻击的特征。此次研究只关注了手机的定值情况，并且多数医护人员也都有定期消毒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面临病原体侵害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肢体触碰有2个原因，一是主观因素，比如为了缓解尴尬，或是挠痒痒，或是自我放松；二是非主观因素，比如不经意间的触碰脸、眼睛、鼻子或嘴巴。这些行为和皮肤对机械刺激的触压觉反馈有关，大脑皮层对应的感受区域面积与该部位对触压觉的敏感程度成正相关。人体的触压觉感受器在鼻子、口唇和指尖的分布密度最高。以上就是某些不经意间触碰发生的根本原因。简单的讲，就是当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大脑已经发现某些行为方式可以让它愉悦，并且很主动地开始了。说了这么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你，这种非主观自我触碰的行为，自己是控制不了的。想要降低病原体侵入的风险，只能采用别的方法，比如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若有需要，按照相关标准规范佩戴口罩。这里提醒大家，洗手需要使用肥皂或洗手液等清洁剂，并且洗手时间至少20秒以上。Billy